手，举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陶阳家电实验室，我是陶阳。这是我今年最正式的一次开场白，可能也是2024年陶阳唯一的一期吸尘器大案片。为什么？眼见的这几年家庭清洁市场打得可谓是热火朝天，但吸尘器好像并没有卷出什么新的花样。之所以选在年终做这一期的视频，确实也还是对新品有所期待，但很遗憾，未见哪个品牌龙腾虎跃。不等了，本期的吸尘器选购指南正式开始。那这一期视频呢，我也下了血本，购入了12台吸尘器，价位从99到4199，覆盖吸尘器全价位段，横向对比12款吸尘器的性能、体验感和维护便捷度，并且跳出产品的详情页，通过实测给大家总结一份2024年吸尘器的选购攻略。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吸尘器的价位了。经过前期大量的详情页参数、买家秀分析以及各大平台的消费者反馈，我们将吸尘器的选购定在以下这4个价位段。第一个是100元价位段，99元的康佳13和奥克斯927，作为抽奖界的常驻 MC， 它俩可太敬业了。第二个是1000元内价位段，苏泊尔 C3S、海尔 G7S、美的 Q3P、西屋 40A、德尔玛 T30。这个价位段呢，也是各大家电品牌喜欢插一腿的重灾区。卧龙凤雏稀疏平常，可脱颖而出的租房利器也着实不少。第三个是2000内价位段，小狗 T12、小米2 Pro、追觅 V12S， 一个不令人生畏的价格，一款兼具功能和性能的清洁工具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吸尘器的最终形态了。2000以上的价位段，追觅 Z10S、戴森 V12F， 这个价位段基本可以认定为一步到位了。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，给你23.19万，比亚迪汉和特斯拉Model 3，你选谁？买清洁工具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想过它到底摆放在哪里？在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小家，吸尘器这个更新换代缓慢的产品，大部分都还没有自己的归属。可能大家买回来，索性就把它和扫把、拖把归为一类。只有价位稍高的机型才设计了相对正式的支架。戴森 V12F、追觅 V12S、小米2 Pro、德尔玛 T30、海尔 G7S、美的 Q3P 都有上墙支架，小狗 T22、追觅 Z10S 有落地的收纳底座，追觅的底座做成了类似于洗地机的基站，配备了自动集成和自动充电，加1分。西屋作为接近900块价位段的机型，在100元档机型里面居然是断层了，而剩下的苏泊尔、奥克斯、康佳都是有线吸尘器，那我在这里就不为难他们了，毕竟是配合上他们的价位段，大家就忍一忍，手动收一下吧。可以看到，吸尘器由主机为核心，不同场景搭配上不同的刷头使用，机器整体重量对于使用体验的影响不言而喻。但机器重心位置和握把的设计也需要综合考虑进去。以戴森为例，我们在戴森的基底画一条线，作为机器横向的轴，向机器握把方向画线延伸；作为机器纵向的轴，以此划分了4个区域。在主机重量固定的情况下，如果主机位置在横轴上方是最好的，主机位置越靠近这个交叉线，使用起来则会越省力。这里可以得出吸尘器的第一个总结：吸尘器的价格和设计基本呈现一个正向趋势。从产品配件来看，99元的吸尘器虽然也是配备了除螨刷头，但是这个刷头跟真正的除螨测试实在是没什么联系，而产品设计听起来就比较玄乎，在吸尘器这个品类就尤为明显。在500元以上的产品，不管是在外观设计还是使用体验，品牌花的心思都会是更多的。接下来是我们真正的重头戏——吸尘。只有把吸尘功能真正做好了，其他的辅助功能才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。各机型风速仪测试结果如下：那吸力越大的吸尘器就是代表好用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是最基础的针对地板的吸尘清洁，我们准备了不同的测试垃圾粉尘，包括了面粉和更细腻的滑石粉、颗粒物、猫砂以及毛发。可以看到，戴森 V12F、追觅 Z10S、追觅 V12S 都可以做到一遍过。小米2 Pro 采用了少量毛发，小狗和德尔玛吸尘器在推送过程中容易把颗粒物、猫砂给喷开。德尔玛的清洁能力虽然是不错，但是每一次都让我如临仙境。100元档的机器里面，美的的清理效果相对较好，而其他产品都多少会有不同类型的垃圾残留。除了地板，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家庭都有铺设地毯，而吸尘器和洗地机不一样，它可以清理地毯上的垃圾，这也是大家把希望寄予吸尘器的重要原因。在这里，我们准备了长毛和短毛2款地毯进行测试。短毛地毯上可以直接用地板刷头清理，而长毛地毯则是需要用到专业的除螨刷头清理。也就是从这一个测试开始，我们将使用到各家的多功能刷头进行清洁。短毛地毯的粉尘清洁测试主要是
考验吸尘器是否能将散布在毛毯中，甚至粘在绒毛缝隙里面的粉尘完全清理干净。这个测试里面的结果基本上和价格是成正比的，其中价格最高的戴森 V12F、追觅 Z10S、追觅 V12S 的效果是类似的，都能够把地毯上的毛发、薯片碎，包括粉尘都吸干净。追觅 Z10S 和 V12S 在粉尘上的处理效果更佳。另外，戴森和小狗还能自动调节吸力，在垃圾多的区域会自动开启大吸力档位，这一点很加分。康佳、奥克斯、苏泊尔、美的、西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粉尘残留，显然1000元以下的机器几乎都止步于此。它们对于带有空隙、易积灰的短毛地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如果你买吸尘器是为了清洁地毯或者是带绒毛的沙发垫，那还是接着往下去看一下1000元以上的产品。而在长毛地毯测试里面，有部分机型是没有配备除螨刷头的，因此退出了这一次的测试。除此以外，另一个问题是，长毛地毯测试直接让一部分吸力大且设计不合理的机型，它们的进风口被堵死，导致机器空转，没法产生空气流动，而且极易损害电机，这也就无从比较清洁力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小狗和戴森在这一次测试里面堵塞严重，基本是吸不动。小狗和德尔玛都有毛发残留，只有追觅 V12S 和 Z10S 小米的清理效果相对较好，可以做到完全的清理干净。而苏泊尔和康佳都容易残留少量毛发和粉尘。长毛地毯主要考量的是除螨刷头的刷头设计，平时除螨刷头还可以用于沙发、玩具等物体表面的清洁。这项测试也可以看出，只是单纯吸力大的话，没有配备合理的除螨刷头，不只会把垃圾吸起来，还可能把地毯也吸起来。像戴森、小狗就是例子。接下来的模拟除螨测试才是对除螨刷头和吸力之间配合的严峻考验。我们在床单上设置固定范围内打上合理的测试粉尘，再铺上一层床单，用各机器的自动模式配合除螨刷头来进行测试。整体来看，追觅 Z10S、V12S、小米2 Pro 的清洁效果相对较好。虽然此前小米2 Pro 在各个测试上的表现不算特别优秀，但在模拟除螨测试里面，它的结果和戴森对比起来可以说是温润如水。但就这个情况下，小米的除螨效果反而是超出预估，清理的挺干净的。作为家清用品的重要成员，怎么少得了贴边清洁的能力呢？从结果来看，贴边效果戴森 V12F、追觅 Z10S、追觅 V12S 都可以做到完全贴边。小狗和小米会残留1到2毫米的缝隙，也在能接受范围。到了美的、西屋、德尔玛，残留的距离就拉长到以厘米为单位计算了，基本残留1到3厘米。而剩下的机器嘛，我选择自己擦。除了以上功能，戴森 V12F、追觅 Z10S、追觅 V12S、德尔玛都配备了滤光显尘功能。这个功能在清洁上主要是对感知起作用，人眼对滤光更敏感，同时极低的探照角度也让灰尘无处遁形，帮助你明确哪里是需要清洁的。其实小狗也配备了一个白光，但是对比滤光来说的话，这个白光弱的实在是可有可无了。我们同时还测试了噪音和续航，具体表格参数如下：噪音我们分别测试了每一款机型的每档音量，对比起来数据上是有高有低的，在实际使用起来差别不大。续航呢也是同理，续航的时间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相对的参考。但凡你家隔音差点的话，使用吸尘器的时间长短都得看你和邻居的交情深浅。在以上的产品测试中，我们同样可以获得一个结论：吸尘器不能只看吸力，吸力固然是重要，但是真正的使用中还要看吸尘器吸力和各刷头配合的效果。如果刷头设计不合理，吸力大只能解决表面的垃圾，关于使用后的垃圾清理，估计才是大家最头痛的。这个时候，追觅 Z10S 又无形胜出了，拥有自动集尘的配置，一键集尘，拥有2.5升大容量集尘袋，可以90天不用倒垃圾，加上底座自动充电，做到了真正的解放双手。其他几款除了小米可以完全单手弹出尘盒，戴森 V12F、追觅 V12S、德尔玛、美的、海尔、奥克斯都是可以一键弹出尘盒的。其中戴森、追觅 V12S、德尔玛属于是枪式弹出，并且清导更干净，所有的尘盒和滤芯都可以完整拆除。康佳、奥克斯、西屋结构简单，相对好擦洗。来到了1000元档的拆卸设计，它会更加人性化，不会像100元档那样拆除起来会比较麻烦。那所有体验和测试都结束了，终于到了机器总结的部分。咱们从2款不到100元的小机器来看，更适合尝鲜心态的人群，以及空间房间小可以全覆盖的租房党。清洁场景相对单一，整体和其他机型对比起来，更像是吸尘器的初始形态。它确实是可以吸尘，但也只能吸尘了。虽然康佳配备了除螨刷头，但是这类造型的刷头你也别太难为它了。在测试的过程中，康佳还动不动跟我玩分头行动，所以跟我一样租单间的打工人，如果是有清洁地板、灰尘、垃圾的需求，可以尝试一下。100到500元价位的产品，海尔、苏泊尔给我感觉比较像占赛道的产品，产品设计大相径庭。苏泊尔是价格顺位第3的有线吸尘器，出尘口很容易误触掉落，海尔的转接卡扣每次拆卸都很费劲。在这个价位段，大家还可以考虑一款小米的有线吸尘器和德尔玛的 T20。这个价位段使用起来其实和100元以下的产品相差不大，甚至其中的有线产品，它的清洁能力要比无线产品更好。如果说100元机器买回来是个玩具，那么100元
到500元价位段的机器就是更精致的玩具了。500到1000价位段的产品中，美的的清洁效果还不错，但它的握把设计着实对不起600这个价位段。手部下垂的时候，手腕会非常难受，导致体验感偏差。机器重量全压在尾部，头重脚轻，用起来十分累赘。同时也没有配备除螨刷头，配件也很少。测试下来，在清洁能力上还称得上是性价比的产品，但是握把设计也不是很理想，做工用料给人的塑料感很强。配件接口和百元产品是一样的，只是插上去使用，很容易和康佳一样出现分头行动。德尔玛在细节上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，比如除螨刷头容易堵住，地板吸尘会喷毛砂等等，但在产品设计上体量很轻。设计的手把握起来很舒适。测试上主打一个朴素肯干，啥都包揽。在对付大量垃圾的时候，德尔玛的表现相对较好，也是这个价位段里面我们推荐的机型。从我们实验的几款来看，这个价位段的吸尘器勉强可以满足各个场景的基础清洁需求。至于配件，每个品牌都不一样，建议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配。美的和西屋这2个产品，个人是不太推荐的。这个价位段还有一款带有绿光显尘的小米2，或许是可以和德尔玛 PK 一下的。1000到2000价位段基本是市面上主流产品了。预算充足的前提下，我更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价位段的吸尘器，因为不管是哪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均衡。小狗作为近些年风很大的品牌，本来我是对它寄予厚望的，以为是吸尘器的新贵，外观设计也很新颖，机械线条的风格，磁吸尘盒的设计是一个亮点，以为可以给我带来惊喜。但是实测下来和德尔玛的感觉很相似，在地板和短毛地毯表现优秀，但在长毛地毯和除螨效果时，都因为风速过大，除螨刷头会整个堵住。小狗和德尔玛都是风速大，吸得猛，但是堵得也快，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实干有余，精致不足。小米作为大品牌的单线产品，沿用了小米一贯的纯白色外观，在颜值上还是比较突出的，在垃圾清理上属于是中上水平，并且在除螨方面表现突出。但是尘盒使用了多次后，弹出就会有点卡顿，整体测试下来属于是无功无过。要是你本身就是米粉的话，下单支持一下也是 OK 的。追觅 V12S 在1000到2000价位段来看，清洁效果整体优于其他产品，因为清洁能力过分优秀，在其他产品测试结果不理想时，都是它来收尾的，减轻了我们的清洁负担，并且外观设计流畅，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舒服。但是呢，它也不是没有缺点的，比如价格相对较高，以及充电时间过长。来到2000以上的价位段，追觅 Z10S 作为这一次唯一一台拥有自动集尘的机型，我们考虑过一个问题，是否需要为了立体集尘而购买价格相对更高的产品呢？我认为预算充足的前提下买。家里清洁的时候最麻烦的不是扫地，而是扫完地之后处理扫把上的毛发。拥有立体集尘和一体式充电，就是特地为了避免在清扫后还要面对倒尘盒充完电放回的问题。除了其他清洁效果优秀，追觅 Z10S 的风速相较于 V12S 要更大一些，在除螨时效果更加稳定，在清洁各方面都和戴森的相似，甚至多项超过戴森的前提下，追觅 Z10S 只有戴森 V12F 一半不到的价格。在听过戴森的功能，想要购买但在纠结价格的话，完全可以选择追觅。而戴森 V12F 在清洁层面，除了在面对长毛地毯时，因为除螨刷头不合理，容易把整个地毯吸起来以外，其他表现都非常不错，确实对得起吸尘器鼻祖、家电科技的代名词等等的 title。当然了，溢价就无可避免，所以考虑买它，从不为了性价比，更多的是身份、逼格以及信任。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，不想劳心去做攻略，打算满选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结束后马上安排一台戴森 V12F。刚才也说了，省心。信任。以上就是陶阳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和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交流，又或者说一下你买过的吸尘器都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。我们下期见。